你点的是鱿鱼螺肉蒜。哦，酒家菜。酒家菜。他们今天2位点的，我不是说你们哦，我是说菜酒家感都很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浑然天成的感觉。我说 whisky 要拿来啊你。点汤是为了冬天吗不是，是因为这个菜有 ikigai 的感觉。 ？ikigai 在哪里？原本它是在北投，美军在的时候的一道菜，因为美军里面有螺肉的罐头，其实每一道菜都是一样。你有时候看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罐头，但是如果你能够每一天起来用你的经验去滋养它，它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汤。不要小看每一天重要的那个小事情，它可以累积成一锅很有精华的汤这样。所以它是后来慢慢发展成这个鱿鱼雷霸省这样的一道。对，在那个温泉的文化当中，它变成一个酒家菜。那这一道啊，其实基础做起来我觉得也蛮简单的，就是用那个猪小排去控它，大概炖个1个钟头左右。然后我觉得这一锅香气有一个重点，就是里面的那个干鱿鱼要用小火煸过，原因是去腥嘛，对不对？去腥，然后它比较那个鲜的地方才会飘出，然后最后会加入大量的这个蒜苗，就是我觉得你们点的菜都是非常丢席。刚刚有一些救不起来。好，谢谢你。哇，你的主控性很强哎，为什么要自己来？不想让他那个那么累，贴心吧，他刚刚站了很久了，怕他腰酸。我有这么长辈的印象在你心里的。哎，我们有一起当过料理节目的评审，鸿门家宴，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哇，你也是个foodie哎。我是腹地啊，我很爱吃。艾克，那个另外一道菜是另外一道菜是我们另外一位酒家的伙伴，对，点的是这个日式的大葱鱼标。哇，因为哎，为什么？Cindy，你为什么点这道？我们家小时候常去吃一家海鲜餐厅，你刚刚那样好像要讲一个很悲惨的故事。你就照搬空。酒家里的绅士娓娓道来。其实要吃那个鱼标啊，是真的。我不认识这个东西，然后去到那边，然后是菜单上有，然后一定会点，我们家就一定会吃。但是呢，只有那一家餐厅会做我想要的那个味道，后来那家餐厅收掉了，所以就再也没有吃到炒鱼标跟这种算是这个是。怎么讲啊？鱼标有2种，一个是肉部的鱼标，一个是鱼部的鱼标。这2种鱼标我是都很喜欢吃。然后今天这个是比较像白子鳕鱼白子的那一种，这我不知道那个感觉就是只有跟爸爸吃饭的时候会吃到这个东西。哇，哎，台湾的话大部分都是乌鱼标，对。那你们知道乌鱼子跟乌鱼标的差别吗？一个是卵，一个是精囊吧？对，哇，你们白子就是金囊。怎么了？我们得过金钟奖。对啊，你们很能聊天哎，而且我本来还想说，他们讲金囊一定会有人害羞，很不会自然。啊，吃的还好啊。那这个乌鱼标啊，我是用比较日式的那个碰醋，就是柑橘酱油。对，因为现在比较忌讳一点点了，所以我想说用淡淡来调味它，不用用爆炒的。然后吃的时候可以混合一下，然后去沾一下那个底部的碰醋。乌鱼标我用最简单的用盐水煮过，然后旁边就是把大葱烧到焦黑这样子，有一点柑橘酸酸甜甜的清爽的味道。那个 Cindy 他做的口味跟你印象中的那一家餐厅的口味像不像？我真的要说，完全不一样。谢谢。完全不一样，完全是另外一个菜。但我很好奇耶，它是怎么做的？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像网状的那一个网状的那一个，它是直接用就是大蒜，就是也是大蒜，然后用炒的。或是大葱，日本大葱炒的，然后加酱油吗？有加一点酱，但它是干盘哦，它不是湿的，对，然后有辣这样子。你这是后面有加香油，对不对？有一点，哎呦，一点点麻油，麻油，对，但是麻油好像会抢了味道吗？对，那就不要分享出来啊！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，太多了是不是？既然大家有机会聊到鱼标，我也推荐一道菜，你们去台中的时候一定要吃。它就在七期的旁边，有一道是炒那个鱼肠，盐酥炒鱼肠。哇！吓我一跳。它那个鱼肠先炸过酥酥的，再用炒的，然后加上胡椒。哇，旁边要配一个那个开瓶的声音。你为什么8天这个啦？你刚刚应该点，因为鱼肠台北很少。然后再讲到内脏，我再推荐大家一个。你看它真的是foodie。高雄有一家叫新宿的，专门做全内脏的料理。
它视神经啦，然后还有什么太阳穴啊。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怕的。还有子宫跟输卵管都可以吃。你们讲这些器官都好自然哦，怎么会？猪卵管很好吃，吃的，它真的好我真的吃吗？没想到。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然后你纯粹就是欣赏它的口感跟脆度跟鲜度这样子。这些都是一般菜市场不会用到的东西，然后对他把它料理得很好，这对样子。它就是一整只，因为它都要奉献它的生命，就不要浪费的概念，这样子。我们去高雄玩吧。好，等下就搭车。 28号啊，3月28。 328，对耶， 328在高雄，演唱会在高雄。对，高中行程一起来，一起来。 OK，哦，你制作的非常的巧妙哈，自然，厉害自然。高手，高手，高手。来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今天要为这个菜打几分？1到10分？我给这个菜打6分。还有谢谢。没有啦，因为我没有预期是日式的口味，我想要吃的是中式的，但是已经很好吃，所以就是6分。那我激你，因为呢，我要去上你的节目，就是我要再吃别的菜。哎呦，对，而且上节目就可以免费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没有错。但你知道6分算是我们私厨营业到目前为止最低分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难下台？不是，我觉得好对，因为啊。我就是要激你啊！我从 TLC 阶段开始看，没问题，你会记得他吧？我已经认记得。记得了。可以。当初去任务，Hello，我想要问说，这个分数打完之后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吗没？有什么影响，只是不能出书跟开餐厅而已。会不会我们下一季就是会？没什么，对。但这个换个厨师这样。 Oh my God 的，你刚刚那6分，我把它拉回来，我很尴尬我要给到60分。给。老实说，我吃过很多餐厅的鱿鱼萝卜蒜，你的真的很好吃，非常好。这是我第3碗，那你的鱼标真的不行对啊， ，6分算高。拎东的啦，拍谁拎东的啦？对，没有，我本来以为你开这个，我想说哇超开心，现在一当季，我觉得传统市场他说早就过季了，你过了尾巴，所以就冷冻的比较可惜，没关系啦。这个鱼标，好喜欢哦！辛苦了，我觉得一路没有那个门口在那里，这个鱼标真的是食材的问题。他刚刚有跟我偷偷承认，他说他是冷冻的。哎，我们聊一些开心我的话题觉得我们过分了。好了啦，你赶快说啊，你说。他了啦，有10分是满分嘛？是的，那就是10分。谢谢雅文，真的好吃很棒啊！平均加起来有8分，今天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连那个香菇都入味，你的短时间你没有熬到入味。其实我喜欢还在 Sandy， care 我喜欢 Sandy 诚实的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还好。我顺手都喜欢听人家讲谎话啦，你们在想什么？私厨怎么进步啊？我开个玩笑的啦，要进步，真的。那就是进入了2位都可以问我问题的环节了。哎，你先。老师，我最近看你的那个，不管是运势或是每周日报，都觉得2026年天蝎座好像财运好像蛮旺的，是自肥的说法还是认真的？为了证明我没有自肥，你要的财运没有那么旺。这还有差别是？没有，我觉得天蝎的旺是民生地位，比如说你开公司了，你当老板了，或者是你有作品，如果有去参加那个竞赛的话，有机会得奖，或者是地位更上一层楼，可见度、能见度，对，是名望跟权力，对。然后或者是做的事情有一个声望的上升，那很不好啊。不会，责任变大了。不是你如果要出名，你同时也要拿到利啊，不然就是人怕出名，猪怕肥。对，但是我们的好偏名而不是偏利。第2个是亚伦的星盘。看起来你现在正在为正财偏财的铺陈，对，在铺陈，所以你会需要1-2年的时间，至少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。可以帮我往后面看，马上对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不是说没有，但是有点像是你为了构筑未来的被动收入，你得先建设它，然后再来，你什么时候能够收获呢？2027年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来了，一个来了。所以我现在26年1月，大概在16个到18个月左右有机会。一眨眼哦，一眨眼。在11个月就还是在这里啊？你以为啊？所以亚伦现在出专辑啦，开演唱会啦，我觉得就是他在构筑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，对。那是不是你构筑的越厚实，它的厚积薄发的机会就越多？当然啦。Sandy 的问题是，老师，我问题真的很笨，就是
我上一本书大概是5年前出的，然后空降排行榜第1名，你自己讲。因为那时候蔡康永没有出现，避开蔡康永跟郭台铭，对，避开这2个人。文勇，但如姐也要小心。对，让姐真的要小心，她速度很快。没有啦，就是那时候出了一本书，那就第1本，然后后来就说，本来就签了3本书的约，可是第1本出了，然后第2本呢写的。前面写的超快的，就是尾巴怎么样都无法收尾。来，这题不用他回答你，他自己也卡了乱七对啊，我刚想说你问老师这个，对我怎么这样请鬼拿药单？人家请鬼拿药单。对，我永远都记得，我们那时候在录影，总是听到同学老师真的要过了，真的要过那个年了，年历呢？年历出来了没有？他说老师。大家都在等，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烦我，你不要烦我，现在在做这一件事情。他后来就放飞自己啦，不是吗？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那你就不要写，不行，我有签约了，怎么办？哦，你要违约了，怎么办哦？没有，他是因为书名太长。我是希望大家读完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的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。对，我的存在本来就值得青睐，是1个字哎。好啊，那我第2本叫 Ikigai 啊，可以吗？还有吧？我帮你写那个 OST。快点快点。